好，我是小马。那买爱马仕这么久以来呢，无论是配货还是跟 SA 打交道，小马都收获了很多的经验。那当然也经历了不少的血泪教训。那其中呢，我总结出了9件不应该做的事。那我发现，不只是曾经的我，也有很多买爱马仕的新手，甚至是老手朋友，都可能会不小心去做这样的事。那快来看看你有没有踩雷吧。那首先呢，来说一说关于配货的时候不能做的事。那第一条，也就是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那就是没有做好计划，就直接呢走进爱马仕店开始配货。当然呢，如果你的经济能力可以实现爱马仕无限自由的话，那这样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不想掉进配货深渊里的话，你走进爱马仕之前，你最好能先了解到你的梦中情包大概需要多少配货才可以拿到。那比如呢，你想要一只 Birkin 25厘米，那配货呢大概就是保2争1吧，那争取1比1能拿下，但一般呢都要配到1.5或者是2，甚至你要做好可能会配到3的准备。那既然要买这么多的配货，你就可以先做一个小小的计划。那比如哪些是你自己可以用作来自己用的，那哪些是可以送人的，哪些呢是可以好价格出手的。那先做好这些心里有数，然后我们再走进店里。因为一进店 SA 肯定上来第一句话就是问你，您好，请问今天想要看点什么呢？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你计划要买的配货，那让他呢先带你去买配货，然后呢我们再慢慢的去问包。但如果你没有事先做好计划，那就去店里，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只能直接跟他说我想要买一个 Birkin 的25厘米，但他也肯定会告诉你现在没有包，然后呢推荐你去买一些你并不想买的配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被动了。那 SA 呢也可能会觉得你好像懵懵的，不像是一个懂爱马仕的大客户，那等于你这个开头就没有开好。所以呢，提前做好功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不仅如此，小马也会推荐大家养成记录的习惯，把每次你什么时候，然后在哪家店买过哪些配货，消费了多少钱，这些呢都记录下来，那方便自己的追踪累积配货，掌握开口要包的时机，也可以复盘改进自己配货的方式。那我自己呢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表格来追踪的，当然呢你也可以用手机的备忘录来记录，或者呢是单纯的把购物的小票整理成一个小本子，然后方便我们以后查阅，这样也是可以的。那接下来说第2条，买配货不要做的事就是不要总盯着单价比较低而且非常受欢迎的品类配货买。那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各种珐琅的首饰，然后各种的丝巾，以及各种的鞋子。那这些小的基本在1000元人民币以内的配货，而且爱马仕它是不愁卖的，所以你就算一直去买这些，买到了1比2的程度，也不一定会被 offer 到心仪的包包。那还不如让自己配货多元化一些。那除了刚刚说的几种配货以外呢，还可以配一些小的家居用品，或者是带钻的首饰以及服装。那尤其是服装，各大奢侈品牌都应该最喜欢看客人买自己品牌的服装。那因为跟丝巾和首饰这些不太受季节影响的商品不同，那品牌的每一季都要上架很多新品的服装，那一旦过季呢就会被淘汰，所以品牌是很急迫想把当季的库存卖掉的。而且说句老实话，服装是成本低价格高，那随随便便的一件衣服呢就要上万人民币。所以如果一个客人愿意购买服装的话，那不仅证明他的消费实力，还证明他是真正喜爱这个品牌。有可能呢，他还是每一季都会来消费的忠实客户，那拿包的几率呢自然会大大的增加。那所以说呢，下次如果 SA 问你想看些什么的时候，不光要看丝巾啦，那不妨看一看其他的单价更高、品类更丰富的配货。那这样呢，比花同样的价钱去配一堆丝巾，那效果会更加的事半功倍。那接下来说第3条不要做的事，就是不要对 SA 推荐的配货以及 offer 的包包来者不拒。那尤其呢是刚接触一个新的 SA 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会推荐给你一些你不喜欢或者不适合你的配货。那对于爱马仕新手来说呢，这时候就会觉得尴尬，那很不想买，但是呢又很不敢拒绝。那所以小马就为什么刚刚说你提前一定要做好配货的计划呢？因为如果你知道自己的配货偏好的话，就可以提前主动告诉你的 SA， 让他根据你的喜好来推荐，那避免被他给带偏了。那如果不想买他推荐的东西的话呢，那小马是建议你如实的去告诉他，并说明理由。
那比如说这个首饰呢，可能不太适合我，因为我不喜欢这种金属的材质，或者也可以说，哎，其实这个还不错，但我想先看看其他的商品。因为起步阶段，其实大部分的 SA 只是想通过推荐配货来了解你的喜好而已，并不是期待你真的买下他推荐的所有配货。你只需要把这个当做是一个你和 SA 互相了解的过程就好。所以坦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另外呢，有时候 SA 可能会暂时给不了你想要的包，但是又拖了你太久，那就会给你先上一个甜品包。那比如说像菜篮子啊，或者是令弟啊之类的。那如果刚好是你喜欢的包，那当然我们就会欣然的接受。但如果不是你想要的包款，而且出手也不划算的话，那你是完全可以拒绝的。那与其硬逼我们自己吃掉一个糟糕的甜品，那我们自己心情不好还会影响身材，还不如把压力继续留给 SA， 让他快点拿出我们的梦想情包。那接下来我们说说选择 SA 这件事儿。一个好的 SA 就像一个好的人生伴侣，你买爱马仕的人生能不能开心平顺，很大程度就取决于 SA 的给力度和与你的默契度。那所以呢，第一条选择 SA 不要做的事儿，就是不要迷信资深 SA 会更容易拿好包。之前小马曾经分享过一期视频，叫做“你的 SA 是海王吗”，就有详细分析过这个问题。如果你预算不多、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其实选择较为年轻的新手的 SA 会更加的友好一些，因为他们虽然能拿到的包会比较少，但他们会更有耐心的去引导你，有好包呢也会更加的去想着你。而资深的 SA 呢，由于手上的大客户的资源是非常多的，所以他们会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在维护大客户身上。那有好包呢，一定会优先他们，基本上是顾不上其他小鱼小虾的。所以呢，除非你能用超能力让资深的 SA 把你放在心上，那否则呢，一开始还是选择年轻的新手的 SA 会更容易突破一些。那接下来第二条，选择 SA 不要做的事儿是不要盲目跟 SA 一条路走到黑。那刚开始呢，接触到新的 SA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那先尝试一下对方是否适合自己。那有些朋友呢，可能第一次见自己的 SA，为了给自己充面子，就咔咔咔买了一堆配货，然后呢一次性花了不少的钱，才发现呢这个 SA 并不符合自己的预期。但这个时候呢，再换人就损失是比较大嘛，所以还不如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先买一些丝巾啊这些价格低一点的配货，然后呢跟 SA 聊几句，试一试感觉，那也同时去感受一下对方是不是看不上客人买丝巾的势利眼。那如果呢双方是合得来，那恭喜你缘分到了。那如果合不来的话呢，也请相信自己的直觉，果断换掉你的 SA， 及时止损。那第三条呢，不要做的事儿是不要迷信别人口中说的天使 SA。那比如网上很多人分享说自己遇到了天使 SA， 那零配货就给包了。那这种信息呢看多了，那我们心里难免不平衡，甚至也开始怀疑自己的 SA 是不是个白眼狼。但你要知道，零配货拿包这种题材，在网上简直是个流量密码。那很多博主呢，都可以用编的或者是抄袭来的相关经历骗取流量。那实际上能零配货拿到包的人真是少之又少。那就算呢，有些天使 SA 是真实存在的。那比如你的朋友的 SA 可能就是一个天使 SA， 那没配什么货就能 offer 包。那于是你朋友呢，把这位 SA 介绍给你了。那你原本期望也是可以受到同样的优待，但结果呢，却可能是他在你这里跟其他 SA 没有什么不同，一样是要配，一样给不了包。你朋友那次能享受到的优待，可能纯粹是因为刚好有包，或者因为他们俩聊得来，关系更好而已。所以呢，天使 SA 并不是一定对谁都是天使，不一定次次都是天使，要看具体的情况来定的。那最后呢，小马还总结了3条关于买包的时候不要做的事情。那第一条是不要只认专柜这一条渠道。如果你是有足够预算，而且愿意打持久战的养马人，那当然从专柜买是最好的。那可以慢慢强化自己的爱马仕账户，然后持续的从专柜拿到包。但如果你的预算有限，或者只想买1、2只特定的爱马仕包包，也不想慢慢的去等待，那真的是没有必要非要去专柜挑战一下爱马仕游戏。因为刚开始养马，大家多多少少都是要踩一些坑的。那比如可能遇到了海王型的 SA， 或者买了一堆不值当的配货，或者因为不懂拒绝、不懂套路而花了很多的冤枉钱。
那就怕你学费还没交够，就两手空空黯然离场了。所以呢，除非是做好长期养马准备，而且粮草充足，否则呢，真的不如去二手市场上，各种包款、尺寸，还有各种的颜色都是任你挑的，而且还明码标价，来得非常的简单直接。那接下来呢，第二条，买包的时候不要做的事情是不要盲目追求某一种皮质和款式。那爱马仕最受欢迎的包款呢是 BKC， 最受欢迎的皮质呢是翼皮、TOGO 和 TC 皮。但爱马仕的每款包和每款皮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所以如果你不愿意多尝试，而只认准最有人气的这几款包款和皮质的话，那你跟风买的包包可能并不是最让你满意的，或者也有可能 SA offer 你一只 TC 皮的 Birkin， 但你只认得 TOGO 皮，所以拒绝了这只 TC 皮。但后来呢，才了解到原来 TC 皮其实更适合自己，那这次的 offer 就等于浪费了。那所以在买爱马仕前，不妨先多在网上查一些资料，那多看一看小马的视频，甚至可以去二手店里把各种款式都亲自尝试一下，这样呢才更容易找到自己真正的梦中情包。那最后一条呢，买包的时候不要做的事儿是不要做一些失礼的败好感的事情。那其中我们大家可能最容易不小心犯的错误，就是在爱马仕店里未经过允许，然后就拍照。尤其像在日本来说，盗摄也就是偷拍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抵制的。那被发现的话呢，可能会引起冲突。那小马突然说起这件事儿，是因为听说曾经在日本的爱马仕店里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当时有一位年轻的顾客看到了另一位日本老太太的顾客被 SA offer 了2只 Birkin 包。然后呢，正在挑选，于是呢就拿起手机从斜后方给包拍了个照片。但是在日本呢，手机拍照的时候呢，都是会自动发出快门声音的，所以被拍的老太太听到咔嚓的一声，就有意识的觉得自己可能是被偷拍了，立刻站了起来，走到摄影者的面前，严厉的质问是否偷拍自己。拍摄者说没有拍到老太太的脸，只是在拍包而已。那老太太呢也是不依不饶，声称会报警。那后来呢，经过门店的调解，拍摄者删了照片也道了歉，事情才没有闹大。那据说呢，拍摄者也是这家店的常客，但发生这种事很难说会不会对他以后拿包有负面的影响。那除了这种偷拍之外呢，还有很多行为对爱马仕和周围的人来说都是很失礼的。那比如说，有客人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多厉害，就故意摆出趾高气扬的架势，对 SA 说话很没有礼貌，那与同伴聊天大呼小叫等等，这类行为呢，都可能会被爱马仕视为不符合品牌调性的客人，那增加我们拿包的难度。好了，以上就是小马总结出的买爱马仕不能做的9件事。那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呢？评论区一起讨论吧。关注小马，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见。